各位大家好，今天我想利用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如何积聚我们的财富。财富呢，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往往呢，它是求之不易，但失之非常的迅速。佛陀说过呢，我们在佛家说，财产归为五家共有。何为五家？一是天灾、火灾、盗贼、国家或是国王，最后呢就是不孝子孙。所以呢，这个财富显得就异常的变异跟不稳定。那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必须要靠外在物质的钱财来维持我们有限的生命。因此，如何能够积聚，并且以智慧的方式来运用我们所谓的财富，那就相对而言来得非常的重要了。过去有一个佛典故事。有一天，佛陀带着他的弟子们游化在这个林间呢，经过了一个田园，在田埂旁就看到了一块金子，很大一块，黄澄澄的。那他呢，回头看着他的大弟子之一的阿难尊者，就跟他说：“阿难，是毒蛇。”阿难尊者看了一下佛陀指向的方向。他看到是一个黄金块，他也是回复着佛陀说：“是的，佛陀是个毒蛇啊。”那旁边呢，就有父子听到这个佛陀和弟子的对话，于是他们非常的好奇呢，就趋向那个方向去看。等佛陀他们一行人离开之后，他就去找那个地方。发现啊，竟然是黄金块，是真的黄金。于是父子俩非常的开心，正要把这黄金呢捡起来带走的时候，就是官府的人呢到他的面前了，就说：“我要把你们抓回去衙门，因为呢是你们偷走了官府里面的黄金。”那这个父子啊，两人啊，解释了老半天，但是呢，官府人不相信。他们两人呢，无言以对，摇头啊，叹息说：“果然，真的就是佛陀他们说的，是毒蛇啊！他们确实好像被毒蛇反咬了一口，哑口无言啊！”所以，这个财富呢，对于我们而言呢，就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端看于我们如何去运用它。所以在佛教来讲呢，有所谓的正命之业。所谓正命，就是所有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啊，所赚取的钱财，而称之为净财。反之呢，就是不净财。所以，所有利益众生的事业，就是不伤害众生，帮助众人，帮助社会的这些各种百行各业，那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正命之业。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去从事邪命，就是一些非法违法的事业啊，例如说毒品贩卖啊、枪支走私、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一些声色行业，这些呢，我们就称之为是邪命。所赚取的钱财就称之为不净财。因此，我们应该要以智慧去分别何为净，何为不净啊。那有些人会说，如果说我赚了这个钱财，我一样可以去做帮助别人、供养三宝。
那也没有所谓的进与不进财了，是吗？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我们佛法来讲，所有所造的业都称为是有个别的业啊，所以纵使你把这些不净之财去供养三宝或是帮助别人，表象看起来是善业，但实质上呢，它的本质还是属于恶业之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留心的。那我们在佛法来讲呢，有3种殊胜的布施。第一就是我们常见的财布施啊，你身外之财，所有的财富啊、金钱，这就称为你去做布施或供养，这叫做财施。那第二呢，就是法施。法是佛法的法的这个法啊。那如果呢，你能够以佛陀的教育、慈悲与智慧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自我的净化、升华身心之后呢，并且把这个概念去分享给他人，让别人的生命呢就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法布施。最后呢，就是所谓的无畏施。那这个无畏施，就是当有人呢遇到了重大的情况，内心呢升起了非常大的恐惧不安的时候，你给予他一个很大的安慰以及温暖，安定他的内心的软言柔语的时候，这种让众生远离这种怖畏的这种呢，我们就称为无畏施。所以所谓的布施或供养，不一定是仅仅限于在这个有形的钱财或是财富。真正呢，精神的财富呢是更加珍贵的。什么是精神的财富呢？就是当我们理解到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我们有限的生命去服务利益社会人群啊，除了照顾了自己的亲眷之外，我们还有多余的心力可以去帮助别人啊。更重要的，供养三宝啊，就是供养佛法僧三宝。那这是会在我们生生世世的法财呢不消减啊。所以刚才我们有说，这个有形的金钱财富呢是5家共有，但是这个3种的法财呢不是5家共有啊，所以它不会受到这些外在的很容易的去变异或是破坏的它，这是非常的特别的。我们往往呢总是着重于在积聚有形的外在的财富跟钱财，但是呢，我们内心已经拥有最富有的这个财富呢，却没有把它挖掘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理解了，我们就应该要好好努力朝这个方向。一般人不是都说吗？这个股票呢，希望都是投资在永远的涨停板，不希望是跌停板。所以呢，在佛教而言，这些精神层面上的财富，这些法财呢，就是永远的涨停板啊，它不会因为这些世间外在的变异性呢而消失或是减损。那我希望今天这短短的这个视频能够带给大家另外一个面向的金钱的概念。那也祝福各位，那谢谢。